读大学的姐姐昏了头，非要和50岁不育不孕的大叔做试管婴儿，劝说没用，我只好去告诉老爸。老爸当即大骂他一顿，把姐姐锁在了屋里。跟大叔分开后，姐姐痛不欲生，半夜居然点了一把火，自己翻窗逃了出去。我和老爸在屋里被活活烧死。一睁眼，我重生回到他跟大叔去医院的那一天。这一回，我决定冷眼旁观。朋友摔伤了，我陪他去看病。在医院大堂，果然没猜错，又碰见了姐姐和那个老大叔，两人双手紧牵，动作亲热。旁边的路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但姐姐不但毫不避讳，反而把头更腻歪地靠在老头肩膀上。那大叔虚荣心得到了大满足，面带微笑，伸手温柔地抚摸姐姐的头发。前世看到这画面，我气得发疯，冲上去拉开姐姐，大声质问那男人是谁。结果姐姐不但当众骂我没有家教，还狠狠甩开我的手，满脸崇拜地盯着那大叔，公开说这是她老公，来这里是为了做试管婴儿的。我当时不敢相信，脑子简直要炸了。青春靓丽的姐姐怎么会看上跟老爸岁数一样的大叔？我甚至怀疑姐姐被那人洗脑了。气炸了的我拼命拽姐姐走，她却转身狠狠扇了我一巴掌，怒吼着让我少管闲事，死活咬定大叔对她特别好，是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人。看姐姐这么执迷不悟，没办法，我马上去查了那老男人的底细。我原以为他是个有钱的大老板，姐姐是图他的家产，谁知道他只是工地打零工的，甚至结过婚还生不出孩子。工友爆料，他精子质量差，根本出不起做试管婴儿的巨额费用。这么一看，他忽悠姐姐上钩，8成是想白捡一个亲生娃。我拿着证据，急急忙忙找到姐姐，把这场骗局全抖了出来。姐姐却只随便扫了一眼，就冲我吼道：“你脑子有坑，查别人底细干什么？”我彻底无语，这明摆着是帮他躲坑，怎么就成侵犯隐私了？但姐姐油盐不进，对我的话理都不理。实在没招，我只能告诉老爸。老爸听完后气得直跳脚，狠狠骂了他一通，把他死死锁在家里。谁知姐姐像中了邪似的，不光半夜点火，翻窗逃走前还锁死了大门。我和老爸在睡梦中被大火吞没，活活烧死。烈火焚身的剧痛在脑中翻腾，我猛吸一口气，硬生生压下了心头的火，盯着就在面前的亲姐和大叔。我扭头扶着朋友走开了。这辈子我铁了心不管他的闲事。有些人非得撞穿了南墙才知道错。安顿好哥们儿后，我回到家里，老爸在厨房做菜，我赶紧过去帮忙。自从妈妈过世后，老爸的日常生活就完全变了样。白天他在公司起早贪黑的赚钱，全是为了让我俩过上好日子。下班后，他又连轴转跑回家，系上围裙，手艺很一般，却极其用心地烧我俩爱吃的菜。家里的生活重担几乎全压在他肩上。我看着老爸忙活的背影，心里止不住的发酸。从前我们家虽没什么钱，却总是笑声不断。妈妈走后，老爸一人挑起全家，为了我俩真是操碎了心，结果却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姐姐进门了，她四仰八叉的往沙发上一倒，漫不经心的喊：“爸，给我拿笔钱，我要学做买卖。”老爸直皱眉头：“书都还没念完，学做啥买卖？你眼下最要紧的是上学。”老爸哪里知道，姐姐要钱是为了做试管婴儿，做个试管婴儿最少要30万。我斜了姐姐一眼，一言不发，就看她这回怎么做。天天念书念书，读个破书能顶啥用？我不听，反正我就要钱，要30万。多少？30万？你在外头惹高利贷了？对，欠债了，再不还钱，人家就要弄死我。早跟你讲过几百回，念书是别搞攀比那一套，你咋全当耳旁风？我赶紧凑过去扶住老爸，心里头十分挣扎，到底该不该跟老爸交底？姐姐要钱是打算做试管婴儿。你找谁借的巨款？把借条掏出来对对账。你这人咋管这么宽？要啥借条？网贷借的。借网贷手机也有账单，你不拿出来，谁晓得欠了多少？我打算用这招逼他露出马脚，谁知正吵得不可开交，老爸的手机叮的一声蹦出条消息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瞪着眼把手机递上前。林思淼，这野男人是谁？怎么这辈子我都决定不管闲事了，这破事还是被外人给捅穿了。老子问你话呢，这是谁？老爸嗓门越来越大，气得快炸了，因为二姨不仅传了亲密照，底下还附了一张做试管婴儿的体检单。不用你管！我是你亲爹，我不管你谁管。这老男人到底是谁？瞅这岁数都能给我当兄弟了。还有，你要钱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给我清醒一点。他是我认定的真爱，是我老公，岁数大怎么了？疼我就行。我要这笔钱就是准备跟他一起做试管婴儿的，我要替他生个孩子。亲耳听见姐姐这番话，老爸双腿发软，倒退半步。生孩子？林思淼，你脑子进水了？我清醒得很，我是认真的。这辈子除了他，我谁也不嫁，就算豁出命，也要生下我俩的娃。
我傻站在旁边，心里挺不是滋味。上辈子的惨死历历在目，就算这回我决定当个看客，可老天爷就像铺了张大网，把咱们死死罩在里头，拉一把还是看戏。这道选择题我真不好做。我暗暗发狠，寻思着再怎么说也是亲姐，干脆这辈子别让自己留遗憾。于是劝道：醒醒吧，天底下好小伙多的是，那老头愁着都50出头了。你快闭嘴！你纯粹是眼红我找到了真爱，你压根就见不得我好。姐姐一句话怼死我，还是跟前世一样绝情。我轻嗤一声，干脆闭上了嘴。话点到了，那我不仅前世不欠她，这辈子也算仁至义尽了。爸，你以前不是说要给我攒10几万的嫁妆本吗？还有后面的大学我也不念了，把钱直接套现给我，行不行？姐姐的嗓音里夹着几分乞求，但字里行间全是没得商量的倔劲儿。老爸一听这话，脸上的肌肉瞬间僵住，眼神里写满了心塞与崩溃。那些给姐姐存的嫁妆本，是他这些年省吃俭用，满心期盼着闺女以后能过上好日子才一分一分攒出来的，眼下居然被姐姐逼着拿去填补一场荒唐的闹剧。紧接着，老爸气得额头青筋直冒，扬起巴掌狠狠抽在姐姐脸上。林思淼，那是我特意留给你体面出嫁，好让你在婆家挺直腰杆子的，不是让你猪油蒙心拿去倒贴老男人的。姐姐捂着脸，满眼难以置信。说实话，老爸一直对咱们姐弟俩百依百顺，可碰上这种荒唐事，老爸大概也想一巴掌抽醒他。没用，姐姐早就走火入魔了。不给这笔钱，我就跟你断绝关系，将来养老也别指望我。老爸听见这等绝情的话，身子猛地一晃，劝了不听你就滚吧，我来给爸养老。姐姐眼珠子乱转，我毫不示弱地盯着她。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老爸把她锁在家里，他想作就随他去作。姐姐赌气摔门跑了，老爸刚想去追，被我拽住。我劝老爸，他已经魔怔了，你跟他讲道理没用，等他吃了苦头，自然会滚回来。老爸气得发抖，做完试管姐就毁了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我真的没法接，总不能跟老爸坦白，咱俩前世就是因为把姐姐死死锁在家里，最后双双被火烧成黑炭，连骨灰都分不清了吧？儿子，你路子广，快去查查那个老头子到底什么背景。咱家就你俩骨肉，必须互相帮衬。你姐走了歪路，你当弟弟的也不能干看着。我猛地长叹一声，随口敷衍的点头。前世拼了老命去管，也没能改变死局。这辈子放手让他自己去作死，也许才是最好的出路。第二天，我去了暑假打工的公司，刚到大门口，就瞧见姐姐在那儿。瞅见我，她抱起胳膊走过来，跟你聊点正事。什么事？咱家那套房子大概能卖多少？姐姐突然问。我皱紧眉头，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跟你盘算盘算。这房子目前值100万，等老爸死了，咱俩一人一半拿50万。只要你现在帮我凑30万，以后这房产我就不跟你争了。我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，又火大又心寒，嗓子直冒酸水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混账话？这房子是爸妈辛苦攒下的，妈虽然走了，可屋里全是她的回忆。为了个糟老头子，你不仅惦记着分房产，居然还盼着老爸早死。我没盼老爸死，我也知道房子对咱家很重要，但我现在急用钱，我真的非常急需钱，你懂不懂？我冷笑出声，为了给他生孩子，还得自己花钱。姐，你何必这么作践自己？你别胡说，人家说了，真爱就得奋不顾身，你压根不懂我俩之间的感情。行，我是不懂。懒得跟他废话，转身进了大门。谁知还没到饭点，老爸就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。你姐疯了，她趁我出去买菜，把钱全卷跑了。我死捏着手机，火速往家里赶，推门进屋。爸，卷走多少钱？存折全被他顺走了，密码他也知道，我狂打电话也不接，那里面还有留给你念大学的学费啊！这下可怎么办？他绝对是疯透了。爸，你先喘口气。老爸心脏出过毛病，根本经不住这么下。我一边安抚老爸，一边给姐姐狂打电话。我试过了，钱早就空了。我气得直咬牙，当场就要打电话报警。千万别提偷钱。我硬憋着火气，点头照办，跟警察强调姐姐被骗子洗脑了，估计有生命危险。警察仔细盘问细节后，让咱们在家等信儿，拍胸脯保证会马上查。挂了电话，老爸瘫在沙发上，双手捂脸，身子止不住的颤抖。我凑上去轻拍他的后背，放宽心，警察肯定能找到他，钱一定能追回来。老爸一声不吭，满脸颓废的直摇头，看样子是在懊悔怎么就养出这么个白眼了。挂钟滴答滴答走着，熬人的时间简直要命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警察终于打来电话，说查清了姐姐的行踪，她正跟老头在车站准备跑路。我和老爸火速赶到了火车站，靠警察帮忙，我们找到了姐姐和那个老头子。姐姐瞅见我们，眼底闪过一丝心虚，立马又装出冷漠。那老头警惕地盯着我们，死拽着姐姐想开溜。你俩涉嫌诈骗和偷转他人财产，
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走一趟。我没骗钱，这钱是他倒贴给我的。警察盯着姐姐，姐姐狂点头。没错啊，是我上赶着给的，他可是我老公。几个警察全听懵了，转过头来找我们求证。老爸气得说不出话，捂住心口。受累带他去查一下，看看他是不是被下了降毛，还是脑子出了大毛病。闹了这么一出，他俩没跑成，被带回了局里做笔录。警方查出姐姐脑子没病，大叔也没案底及其他作案嫌疑。最后这事儿被定性成自由恋爱。可钱的事儿总得有个交代，但姐姐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，咬死钱已花光。那大叔同样在那儿装疯卖傻。老爸被气得几回差点休克，好几次想冲进审讯室暴揍那老头。那大叔不但不慌，还嘴贱挑衅：“老哥，我俩可是真心相爱的。”爸，你别找他茬儿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终于，老爸猛抽一口气，像木头一样砸在地上。我急得快冒烟，火速把老爸送到了急诊。大夫脸色难看，撂下狠话。必须赶紧做搭桥手术，不然人就没了。在病房外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转圈。一问手术费起码需要10万块，可家里存款早被姐姐掏空了。这下把我急得火烧火燎，简直像绝境里的困兽。我给能借钱的哥们儿都打了电话，可大伙儿要么手头紧，要么不敢借，毕竟数额巨大。儿啊，钱要是拿不回来，咱就拔管吧，别让你大好年纪背一屁股债。爸，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的死活？你放宽心，钱我肯定搞回来。出了医院大门，我直奔派出所，指望能撬开姐姐的嘴，问出钱在哪儿。审讯室里，姐姐眼神发愣，像木头人一样盯着墙。我走进去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爸被你气得抢救了，心梗犯了，得做搭桥手术，拿出10万块钱救咱爸的命，剩下的钱我绝不找你要一分。姐姐身子猛一哆嗦，谁让他火气那么旺？当初要是痛快给我30万，哪有今天？钱早花光了，我没钱，他不是宠我吗？那就再为我拼一条老命。这番话就像刀子狠狠捅进我心窝。老爸拦你是为保你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从前是宠爱，现在可是要命。可姐姐愣是没点反应，扭过脖子，冷血的回怼：“跟我扯这些废话没用，没钱。”姐姐已经疯魔，亲爹的死活都不管了。我气炸了，甩门走人，却撞见那大叔被放出来了。我猛扑上前，死死揪住他的衣领：“你把钱藏哪儿了？交出来！我爸等着救命啊！”男人嘴角一扬，扯出一抹嘲弄的冷笑：“凭本事搞到的钱，凭什么要还你？”我火冒三丈，挥拳想揍他。他刚才交了钱在他那儿。小屁孩别乱讲，我可没说，没拿那笔钱。说完，老头嘲讽地扫了我一眼，转身就溜。我死死攥着拳头，气得直咬牙。我问警察姐姐这事儿该怎么处理，警察说了一堆，大意就是姐姐偷偷卷钱，缺铁证，定性成偷窃，压根儿没法抓她坐牢。但我们可以去法院告她，等法院判下来，老爸早没命了。没辙了，我只能去查那老头。前世我就把这老头的底细摸得差不多，这回直接熟门熟路找上门，躲在他家周围死盯。天黑后，就在我打算冒险进屋时，姐姐竟冒出来了。她贼头贼脑的乱瞅一通，确认没人后，才凑到那老头门外轻轻敲门。瞅见姐姐，咧嘴得意的淫笑。见状我气炸了肺，亲爹在病房半死不活，他居然还有闲心跟糟老头鬼混。顾不上许多，我凑上前偷听，准备录音。亲爱的，做完试管育儿还能剩15万吧？对，你想干嘛？我爸心梗抢救，急需要10万，我想……你爸犯病我也急，那也是我爹。但宝贝儿，万一你弟在骗你呢？确实可能骗我，他压根就见不得我好。呵呵，听罢，我憋屈又火大。本以为他平常对我说的那些风凉话只是一时气急，没料到心里竟真这么看我。我死憋着火，接着听屋里动静，死死攥紧手机，就怕漏听半点真话。宝贝儿，咱往后日子还长着呢，这钱得留着当家底儿。老公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他向来看我不顺眼，这回绝对想坑我。放心，只要老爸不亲自打电话，别想让我掏钱。我被邪火冲昏了头，当场一脚踹烂门冲了进去，两人被我吓得脸煞白。林思淼，老爸躺在急诊室生死一线，你竟在这儿猜疑我坑你！把钱交出来，我有你们合谋的把柄，则立马报警抓你们！那老头眼珠一转，指着我吼：“宝贝儿，他要是得手了，咱俩全得完蛋！快摁住他，弄死他！”说完窜进厨房，摸出一把菜刀塞进姐姐手中。姐姐双手握紧刀，身子不住地发抖。林思琪，你别逼我，我们俩可是真心相爱的，你要是敢逼我，别怪我下死手！
我缓缓往后倒退，丝毫不敢放松。前世他就下狠手把我和老爸锁在屋里点火，这回在那老头的撺掇下，我100%确信他真敢下死手。我扭头拔腿就跑。他跑了，快追！那老头扯着破锣嗓子吼。老小区黑灯瞎火，路灯坏了800年，像个漆黑的无底洞。我在前头撒丫子狂奔，背后的脚步声越逼越近，活像是催命鬼敲门。我心底明镜似的，光顾着逃命绝不是办法，必须赶紧想招甩掉俩人。猛然间，前头冒出条窄胡同，里头塞满各种破烂，像个乱迷宫，而且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活像个藏在暗处的土洞。我想都没想，就一头钻了进去，在破烂堆里左躲右闪。他俩边死追边疯狂乱叫：林思琪，你个小兔崽子，赶紧滚出来！我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，蹑手蹑脚钻进破烂堆里，两眼还死盯着四周，就盼着能摸到个趁手的家伙，好防着他俩下黑手。可要命的是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我的手机铃声突然炸响了。我低头一瞅，居然是医院打来的急电。也就一眨眼，我按下了接听键。你好，请问是林国强的家属吗？今晚如果再不缴费，我们就只能给停药了。电话那头，护士的声音透着几分着急和无奈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再宽限1天时间，就1天行不行？老头子刺耳的破嗓子划破黑夜。他躲在这儿，在这儿！紧接着，姐姐死死捏着菜刀，满脸凶相，活脱脱像头杀红了眼的野兽扑过来。我根本顾不上想，抄起一根破木棍，迎着姐姐冲上去。经过一通死磕硬砸，我总算把她手里的刀敲飞了。刚才医院又催命了，今晚再没钱就停药。到了这份上，我心里还存着念想，盼着这要命的现实能把她骂醒。宝贝儿，咱俩的未来啊，简直像一道魔咒，又把姐姐的疯劲儿点燃了。转头又冲我猛扑过来，我心底猛地一凉，她算是彻底废了，被逼上绝路。我抡起大棍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死命砸她后背。瞅她倒地，我掉头就撒丫子狂奔，一口气冲进派出所，上气不接下气的求救。谁知等我领着警察杀回老头的出租房时，却发现里头只剩姐姐一人。她因为负伤，早被那狠心的老头丢下了。我气得冒烟，扑上去死死扯住她的衣领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钱呢？姐姐像毒蛇一样死盯着我。原来你，要不然他就带我私奔了！我火气直冲天灵盖，抡圆胳膊一巴掌抽在她脸上。我问你钱呢？啊！民警赶紧凑上来拉架，死活想把我拽开，但我一肚子的邪火就像火山爆发。老爸躺在医院里，连催命单都下了，这会儿每一秒都挂着他的一条老命，我他妈怎么能冷静？警察8成瞧出我被逼上绝路了，转过头去苦口婆心的劝姐姐：丫头，你被忽悠了，那老头绝对是卷钱跑路了。绝不可能！姐姐扯着嗓子死犟：他哄过我，过几天就来接我走，他说回来就一定能回来。我死死攥着拳头，指甲快掐进肉里，心头邪火直往上窜。我怎么就倒了8辈子霉，摊上个走火入魔的姐？谁知还没等我冲他发飙，医院的夺命连环靠又打来了。林国强家属吗？你快点来医院，老爷子快不行了！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就像被大铁锤狠狠砸扁，对着手机那头大声咆哮：我不是说再宽限1天吗？为什么要停药？压根儿没停药，就是人熬不住了，你赶紧过来！听完这话，我觉得天灵盖仿佛瞬间被掀翻，我火急火燎地往大医院狂奔。等我赶到时，只见老爸盖着白布被慢慢推出重症监护室。那一秒，我脑子彻底宕机，三魂七魄都快散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大夫护士把我拽开，叹息着说老爸因错过最佳抢救时间，最终还是撒手人寰了。我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，眼前的画面彻底黑成了一片。我们这个家活生生在这一秒彻底坠入了冰窟。派出所内，我眼珠血红，揣着满肚子憋屈和邪火，冲进审讯室，冲着姐姐那张臭脸狠狠就是一老拳。几个民警大哥赶紧冲上前拽开我：全赖你！爸爸气出心脏病，又因为没钱耽误抢救，人就这么死了！林思淼，你个混蛋！听到老爸咽气的消息，姐姐的身子猛地打了个寒战，她的脸上飘过一抹极其复杂的表情，有惊恐，有悔恨，还带着点蒙圈。她半张着嘴，好像想说点什么，却愣是半个字都没憋出来。她这番发言听得我既火大又心寒。现在你痛快了，爸走了，咱这个家也散了。你为了个骗子，把一切都做没了。绝不可能，他没骗我，他发誓会疼我的，他保证过要跟我一起过后半生的。我真想一巴掌扇死这个走火入魔的亲姐，看他这副死不悔改的鬼样子，我真想一耳光直接抽死他。可老爸咽气已是板上钉钉，现在他开窍又顶什么用？接下来我一定要让他为自己做的大死付出代价。出了局子门，我1秒钟都没敢磨叽，
火速找了律师，果断把姐姐告上法庭。我逼他吐出没资格动的那部分老本，并当庭甩出了一大堆铁打的证据。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那笔老本是家里的共同财产，他压根没资格乱动。然而这场官司打得并不顺利，到了法庭上，姐姐面对堆成山的证据，依旧死不悔改。她还在傻傻的指望那老头能跑回来接她走，还心心念念要跟她生大胖娃。哪怕现实再打脸，她依旧死陷在虚假的爱情美梦里，死活都拔不出来。罢了，我懒得再管他能不能开窍，我现在只代表老爸，只想抢回本来就属于我们的那笔钱。最终法庭当庭砸下重锤，勒令姐姐全额归还30.89万元。虽说白纸黑字判了，可他上哪儿弄钱还？他照样对法院的判决装死当耳旁风，仿佛全世界只剩他和那个糟老头虚无缥缈的烂爱情梦。他成天死宅在老头曾租的那间又黑又破的小出租房里，大门都不肯迈出半步，傻傻的等着老男人回来找他。就算法院强制执行，他照样摆出一副老赖的臭德性，死咬着没钱。我忍无可忍，既然他死不回头，行，我就用最硬核的狠招达到目的，顺手彻底踩碎他的爱情烂梦。我开始拼命深挖那个糟老头的底细，动用了所有哥们的关系，钻进他以前干活的破工地和常去的落脚点，绝不放过半点风声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总算我在隔壁市逮着了那个糟老头子。半个月过去，我报警抓人，没一会儿，这事儿火速传到了我姐姐耳朵里，她火急火燎地冲进局子。钱全是我拿的，是我倒贴给他的，你们抓他干什么？他还当大叔是赶回来找他才被逮的，冲着民警就是一顿瞎嚷嚷。可在听说那老头是在隔壁市被逮住后，姐姐的眼底闪过一抹发懵，但没一会儿，他又被大叔的迷魂汤拿捏了。心肝儿，我本来正要去接你，可是这帮人逮我逮得太猛了，你快给他们讲，那笔钱全是你送我的，不是我拿的，快说！姐姐被这两句话一忽悠，立马又变得柔情似水，恋爱脑上头。钱全是我上赶着倒贴的，你们抓我！你们抓我！放开他！瞅见这一幕，我冷笑连连。一个糟老头竟能把年轻姑娘忽悠成这副德行，简直让人看得又憋火又好笑。估摸着火候差不多了，我摸出手机，给姐姐甩出了一堆照片。照片上全是那糟老头在隔壁市区跟别的野女人搂搂抱抱的证据，足足有20来张。姐姐瞅见照片后，整个人活像被天雷劈中，眼珠子都快掉下来。绝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那老头见状，8成是猜到露馅了，当场急得如坐针毡。你给他看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只是阴冷地嗤笑着，半个字也没吐。只见姐姐失魂落魄地盯着大叔，爆出了一嗓子来自灵魂深处的悲嚎。那野女人是谁？这声音里写满崩溃，又夹杂着憋屈。老头吓得老脸惨白如纸，脑门上黄豆大的冷汗止不住往下滴，眼珠子里全是事情被拆穿后的慌张。心肝儿，那纯粹是我客户，我主动去贴他，全是为了给咱俩挣个好日子。宝贝儿，你信我？姐姐早哭成了泪人，眼泪像开了闸的自来水似的狂飙，双手死死捂住脸，肩膀狂抖个不停。她颓废地蹲下身，活像浑身力气被全抽干了似的，边抽泣边绝望地说：掏心掏肺，连底裤都当了，结果你拿我的老本陪野女人逛街买东西搞破鞋，唐国才，你他妈还有良心吗？紧接着，姐姐扭头冲向警察，大声狂吼：我要举报，全是他忽悠我回娘家卷钱的！老头当场急得直跳脚，眼看忽悠不住姐姐，竟气急败坏，像疯狗般冲我狂吠。小兔崽子，你从哪儿扒出这些破事的？我嗤笑出声，心里头极度鄙视。他还当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顺手报的警。实话讲，我早就暗中盯了他半个多月了。这阵子我熬夜死盯，把他的老底摸得门清。但我没急着收网，而是把他跟别的女人乱搞的证据全一五一十拍了下来。我就是要让姐姐亲眼瞅瞅，他所谓的真爱到底长着一副多丑的嘴脸。他为了这糟老头走火入魔，把咱们家坑到了这般凄惨的地步，我绝对没可能饶过他。但我寻思，必须得用现实这记响亮的大耳刮子彻底抽醒他。那老头被抓后，法院跟警察勒令他退回骗走的钱，谁知这不要脸的无赖却一口咬死所有钱都是姐姐倒贴给他的。他还死不要脸的狡辩，叫嚣就算曾忽悠姐姐卷钱，身为成年人的姐姐也该有明辨是非的脑子，拿这个当借口死活不还剩下的钱。姐姐后来总算也开窍了一点，把糟老头告上了法庭。可最终的判决下来，法院只勒令老头子吐出20万，剩下的钱压根不支持要回。这样一来，姐姐只退还了我20万，可照样还欠着10万。而那个糟老头在吐出部分钱款后，就直接人间蒸发，溜得无影无踪。没几天，我家的房门被敲响，推开门，竟是姐姐站在门外。我邪火直冒，当场就要摔上大门，姐姐却伸出手，死死地卡住了门。让我给爸的灵位上炷香吧。哼！我冷笑出声，嗓音极冷。人还活着时候你撒手不管，现在没了才来烧纸。我知道错了。知道错顶什么用？爸是被你气死的，
又因为你卷跑前耽搁了抢救。姐姐捂脸痛哭，疯狂道歉，哭声里装满了悔恨。我死死咬牙，到底念及血缘和老爸，还是侧过身放他进了屋。没几天，我接到风声，姐姐因为砍人被逮了。等我火急火燎赶到局子时，姐姐已经被送进了急诊。民警大哥透露说，姐姐前天又找了那老头，装出自己还为他疯魔的样子，把糟老头忽悠了出来。大半夜拿一把杀猪刀捅了那老头20多刀，甚至剁下了老头的头。弄死人后，姐姐想寻死，谁知因为客房里传出的动静太响，被酒店服务员听见，他们火速报了警。听完这些，我心底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从前那个被烂桃花糊住双眼的姐姐，眼下竟走到了这般要命的死胡同。我脑补着当时发狠的画面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冲进急诊，隔着玻璃盯着全身插满管子的姐姐，我的心底居然猛地揪了一下，泛起几分心软。我想撤，我恨不得走人，干脆让她自生自灭算了。到底上一世跟这一世，她都欠家里太多，根本还不清。但8成是这辈子最后一面的念想，还是逼着我慢慢推开了那扇房门。姐姐听见响动，稍稍扭过脖子来，瞅见是我，眼底划过一抹极复杂的表情，藏着愧，透着悔。思琪，我知道我纯粹是在作死，谁知道他是个骗子，他坑得咱家家破人亡，毁了我后半辈子。思琪，那10万我本来指望还给你的，现在看来彻底没戏了。越往后说，姐姐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，我也猛地感到一阵心酸。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家，从前全是欢声笑语，如今却家破人亡？赶在掉眼泪之前，我走出了病房。临走时，姐姐问我能不能原谅她，我点点头。这点头并非真的翻篇，而是清楚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重判。既然她注定要吃牢饭，帮她解开这个心结，就当是替老爸全了他对亲闺女最后一点爱吧。后来我换了座城市打拼，这座陌生的地方，车来车往，灯红酒绿，却找不出一丝熟悉的味道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慢慢习惯了这边的节奏。我知道从前的事忘不干净，但日子终归还得往前过。